今天呢，我又有一个有趣的点啊，是这样子的，就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玩家他感知不到游戏的缺点，那么这个游戏对他来说是不是就不存在缺点？这个时候可能又有人说这个孝子又收了钱来洗地了。那我换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一个玩家他感知不到一个游戏的优点，那么这个游戏对他来说是不是就没有优点？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是正反面。那么只要一个人他不是双标的，我觉得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一致的。那这个问题他其实问的就是玩家对于游戏的评价应该是遵从自己的体验主观为心的，还是尽可能的去客观评价一个游戏的优缺点。那么以我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说，在早期做视频的时候，我很喜欢打着客观的口号来评价游戏，但是呢，我做的视频越多，然后观察到不同的玩家越多，我就会发现我所谓的客观其实是我的主观。我确实客观地描述了我自己的游戏体验，总结了我在游戏过程中的爽点和痛点，但是呢，我只能代表我以及和我相似的玩家的游戏体验，并不能代表所有玩家的体验。不同的玩家对于游戏优缺点的感受是不同的嘛，就好像我一直吐槽原神的战斗设计太简单了，要增加一些机制上的针对，但是呢，每一个机制怪的出现都会有玩家表达机制针对它就是逼氪，就是恶心人。又比如说我作为一个 ARPG 玩家，那么会希望游戏不要失去它的动作性，但是另一部分玩家会觉得多端互通的游戏，不同平台上的操作门槛本身就存在高低，所以操作简单难度低一些，服务更多的玩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的评价客观吗？并不客观。那么在评价游戏这件事上，其实有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点，就是客观表达了自己的游戏体验和客观评价游戏它是两回事儿。前一件事描述的主体是自己的体验，后一件事描述的主体是这个游戏。那么我觉得每一个玩家其实都能很客观地描述自己的游戏体验，因为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到底是快乐的还是无聊的是兴奋的还是愤怒的。但是呢，客观评价游戏除了需要客观描述自己的体验外，还要求玩家玩过的游戏足够多，对游戏的设计有一定的理解，能够去横向的对比产品，找到游戏独特的地方和明显的缺陷。就好像我们在聊角色强度的时候，不同类型的角色之间一定会有比较，从数值到模型到操作到手感。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听取不同类型的玩家声音，能否理解厂商的游戏理念。那作为游戏的参与者和设计者，这两者呢会共同塑造游戏的特质，将任意一方抛弃都是错误的。那最后还要认知到，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所以呢，自己的观念也要与时俱进。优缺点是动态的，是能够相互转化的。就比如说刚入坑的时候，原神大世界探索开箱子的玩法，刷圣遗物的玩法还是有趣的，但是现在开箱子刷圣遗物对于一部分玩家来说，要么就厌恶了，要么就无感了，它可能也称不上是游戏的优点了。所以试问有多少人能做到如此全面的信息收集，又有过硬的分析能力，又能摒弃掉个人主观的好恶情绪以及利益的诱惑，去做出客观的评价呢？如果从业者做不到，游戏自媒体能做到吗？普通玩家能做到吗？在这点上能拍着胸脯打包票的人少之又少。比如说我一直很想吐槽，在社区里面总有人喜欢用商业逻辑这4个字来做视频。其实我的理解呢，商业逻辑就是在行业里摸爬滚打之后得到的一些经验之谈。但是呢，很多游戏自媒体人，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没有游戏行业的从业经验。但是对于商业逻辑呢，我们总是张口就来夸夸其谈，最后核心的落脚点是资本唯利是图。那每每看到这些内容，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欺负游戏玩家年龄偏小，没有社会阅历。那这样的内容与其说是商业逻辑，不如说是长期混在社区后对于观众心理的一种把控。哪怕是读一下上市企业的财报，照本宣科，我觉得也比这种唯赚钱论有商业逻辑的。而用这种刻板逻辑分析出来的道道和客观有任何关系吗？我觉得只是纯粹的情绪煽动罢了。另外，早些时候我其实蛮喜欢在我自己的视频里面添加打分贴片，因为我想大数据应该能说明玩家对于游戏设计的评价。后来我发现，我这个频道里面其实和我都是同一类型的玩家，不然他们也不会关注我。然后每一次评分都是 9.2 以上，那我就觉得这样的大数据何尝不是一种信息茧房呢？于是后面我就没有再贴了。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更喜欢用理性评价这4个字，相对来说是更符合我内容的准确描述。
而当一个玩家内心想要理性的去评价一款游戏的时候，本身的发言虽然主观不全面，但是呢，应该不会太极端，因为你会知道情绪化本身就是理性的敌人，而你也会愿意听取更多的声音，然后加以辨别，就是所谓的兼听则明嘛。所以当玩家在不知觉中做到这些的时候，他也许会离客观更进一步。那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内容的时候，其实并不会在意是夸还是黑，只要这些内容逻辑能自洽，那么我认为它都能表达出不同玩家对于游戏的客观体验。另外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你长期的关注一些作者之后，你就能感受到不同作者的不同性格，以及有些人吐槽可能只是表达方式，是真的有去体验游戏，是真的有去思考。那有些人呢，就是纯粹的流量贩子，也算是日久见人心了。那以上这些呢，是我做视频的经验之谈。因为我除了是玩家这个身份之外，我还有视频作者这个身份嘛。那考虑到当视频有一定的播放量之后，会产生更多的影响，所以不管是我的性格还是我的身份，都尽可能要求我去客观的表达。但是到底有多客观呢？我看也未必吧，对吧？相对来说，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原声的作者，是吧？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一般来说会选择主观温和这样的一个风格，因为我觉得主观了你还很狂妄，那这个我觉得我实在干不出来这个事情啊。那么对于不需要关注社区的玩家来说，这个问题又是如何的呢？我觉得切换到玩家身份呢，我就要进行一番更主观的输出，也就是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比如说上一期我们聊到对于纳维莱特还有钟离的看法，其中剔除了我自己的游戏体验之外，也包含了混迹社区后产生的一些判断。而如果我们把这个社区踢掉，双龙超模破坏平衡性，真的会伤害游戏体验吗？也未必。就好像单击金手指，我觉得难我就用一下，我觉得想要挑战我就不用，一切服务于我的意愿。那我想用我就用，我不想用我就不用。这种对于游戏难度的自由把控也是一种乐趣，而乐趣本身就没有高低之分。所以如果不存在舆论的干扰，那么玩游戏，尤其是像原神这样子偏单机的游戏，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体验。那么说到单机，其实我又想说一下，就是我猜有很多玩家可能跟我一样，玩单机游戏是一种月抛或者是半年抛的状态，也就是当一个游戏的一周目结束之后，可能就不玩了。那么这个时候，游戏在我们心中的体验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一周目完全是热情和好奇心驱动。要么你玩了几小时，发现这游戏不是自己的菜，然后赶紧退款。只要能玩下去，说明对于游戏的设计都是感兴趣的。所以单机游戏它的完整性和流程的长度决定了玩家一直处在相对较好的体验上。而手游呢，有些玩家会被自己的沉没成本绑架，就变成了不想玩硬玩，自然是越玩槽点就越多，血压就越高，游戏就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垃圾。那只有少部分玩家可以在茫茫的游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天菜，然后一直津津有味的玩下去吧。那么基于上面的论述，我觉得对于原神这个游戏的评价，首先我觉得我肯定不客观，但是呢，我知道改变玩家对于这款游戏评价的，除了运营策略、玩法设计之外，一定有玩原神玩得太久，热情被消耗，社区舆论极端化，反复被刺激这两点。那么我认为作为玩家而不是评论家，我会更关注自己的游戏体验，好则体验，不好则退坑。游戏是用来获得快乐的，而不是获得戾气的。那么关注游戏本身的优点，克服存在的缺点，总结属于自己可行的方式，才是玩游戏而不是被游戏玩嘛。至于沉没成本，我以多年 A 股韭菜的经验和各位说，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这句话是对的。在股票市场里呢，有多少人是为了回本，结果越亏越多，这都是血和泪的教训。所以当你觉得游戏不值得，那真的就应该放弃，想着以前的投入继续下去，只会让人越陷越深。而氪金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为已有的当下的体验买单，而不是氪金保障未来的体验。应该要明白，就是我们的付费是对厂商的一种奖励，奖励他在过去付出的努力。那这何尝不是一种原神激励计划呢？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今天觉得原神不行退坑，明天还会掉入别的新坑。毕竟商业模式其实是会迭代的，这个市场总会诞生出新的消费模式、新的需求，让你觉得物超所值。所以我们总结这一期，其实呢是我个人游戏的方法论就是把游戏当成获得快乐的工具。工具呢，它一定存在优点和缺点，如何发挥工具的优点，让它更大化的产生快乐，规避工具的缺点，减少它带来的影响，这是我作为一个玩家的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攫取游戏最大的价值，也是一种乐趣。
你看我作为一个零氪玩家，每个角色都有机会去抽一抽，然后呢做视频，还能薅点原始羊毛，还能有同好的玩家和我交流，我的体验自然是拉满的。那倘若一个玩家每天关注的都是这个游戏的缺点，被沉没成本绑架去上线，在社区里和玩家对线，这边一个孝子的帽子扣过来，那边一个唐人的帽子扣过去，那这个体验确实是越来越差的。除非是这个玩家非常乐于在社区里面对线，那又另说。好吧，以上呢就是我的主观发言，我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个问题呢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我是提瓦特蒂里，我们下期再见。